被困在了中伯利亚的荒原。当雷声再次响起时，一场巨大的暴雨就要降临了。而阿泽却在最无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小屋子。此时的他认为自己又找到了新的希望。不过当他进屋之后，他发现这个小屋连屋顶都快没了。不过他知道很快就会下暴雨，并且这场雨可能会持续很久。他决定先利用这个小屋当做临时庇护所。如果这场雨下3天，这个小屋肯定要比在外面搭帐篷安全得多。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最近还在下雨，就吱一声，我看看这寒冬腊月的哪里还能下雨。阿泽在屋内开始打地，现在的天已经开始黑了下来，外面的雨滴也开始下。这种湿冷的气温虽然没有达到冰点，但这种刺骨的湿冷可能要比极寒地区的零下15度还要让人难过。但是只要能将壁炉点燃，就会舒服很多。此时阿泽认为自己太幸运了，看情况这场雨可能会持续很久，他决定彻底将小屋改造，等天晴之后再继续住。现在的雨很大，阿泽的身体都已经被淋湿了。好在篝火还能给他持续提供温暖。雨势变小后，天就开始慢慢变亮了。他将刚做的收集雨水的装置放在了屋檐下，屋顶上的雨水会顺着檐角滑落，将水土填满。紧接着，他爬上了屋顶查看情况。篝火上方的屋顶是被风吹翻了。他将屋顶重新修复之后，为了更好地防止屋顶漏水，他把搭帐篷的防雨布铺在了上面。现在屋顶不漏雨了，但是壁挂炉也要重新改造。阿泽将烟筒插入壁炉中，连接到屋顶。现在的小屋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虽然屋外下着刺骨的寒雨，但阿泽的小屋内却很快就能温暖舒适。他出门将接好的淡水倒入壶中煮开，剩下的淡水也收集起来备用。如果雨再持续1夜，他至少能收集5天可以使用的淡水。天马上就要黑了，他要准备出更多的柴火来为夜晚做准备。只要壁炉能持续的用柴火供暖，他就能安全的躲在小屋，完全不用担心夜里可能会出现的低温寒流。柴火烤干之后，他将已经完全湿透了的袜子脱了下来。紧接着，他将一些树叶放进壶中，这些东西可以驱散身体里面的湿气和寒气。鞋烤干之后，他第一次感觉穿上干燥的鞋是如此舒服。然后他做了一个衣架，把已经湿透的上衣挂在了上面。在持续降雨1天的野外，能穿着干燥舒适的衣服，那绝对是最幸福的事情。而接下来，他也要进入今天最幸福的时刻。他将已经化冻的肉切成片，放在了壁炉上面。壁炉上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烤盘，当肉碰到高温的烤盘时，散发着滋滋的声音，而且瞬间缩紧的肉质也保存了更多的汁水在里面。放入简单的调料之后，现在整个小屋都飘散着烤肉的香味。阿泽尝了一口之后，感觉味道和口感都非常好。虽然没有特别的调料，但是烤出来的肉保存了最原始的肉香。此时外面的气温还在持续降低，而且雨水也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饭后阿泽喝了一杯热水，然后将门牢牢地反锁上。听着外面的雨声，他给壁炉加了些柴火。此时的他终于可以躲在这个安全的小屋里，好好的休息一晚。